老七的头顶怎么在冒热气啊？那不是热气，是真气啊，真气啊！真气乃为气，照理说应该是虚无缥缈的，也应该只有在体内流动的时候能感受得到。我怎么从未听闻有真气是肉眼可见的呀？三昧真气已全，百炼凡心俱净，真气出体凝成所见的情况确实很少，但也不是没有，一般发生在破境之时。破境了！董君，董君，我滞留此境久矣，却苦无破境之法。你的酒，助我。多谢。王爷息怒，稍安勿躁。能品人间百味又如何？不如仙宫遨游一瞬。谢师，酒备的不多，如不嫌弃，便请。敢问公子师承何人？家师姓古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三位品酒师，可有结果了？本场比试，百里公子获胜。我就是他的极限，我望穿着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对不起这份热切，其实终于烟雨烈。主办平数500，可说到做到。欲求必有。豪气！果然是人间绝品，一只大块。喂，准备登楼。好。恭送。何人指使？有刺客，保护王爷！哪来的刺客这么大胆子，竟然敢在碉楼小筑设伏？碉楼小筑明知今日有要事，未做好防范，惊动了王爷，该当何罪？
萧若风，你大胆！敢杀我学堂之人，才是真正的大胆。看来我还得好好练练功夫。这天启城真是卧虎藏龙，此番真是开了眼界了。走了走了，这些事情交给我师兄们处理就好了。师傅还等着我呢。小师兄，告辞。师傅，我不必告辞了，去吧。可是我，昨日来本通报我的师兄。废物！师傅，哎，赢就赢呗，怎么顺了人家镇店的酒啊？怎么能说是顺呢？徒儿我这是依照规矩，光明正大的取。嘿嘿嘿嘿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天启了。哎，这世上从来没有离开这两个字，有的只是重新出发。好了，上车了，该走了。你们今夜真的就这么走了？怎么？你不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就不去了。我此次来天启是帮人取东西的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好吧。上次离别之时，我送你的酒壶还在吗？当然。挺大方的。也没什么能送给你的，送你杯秋露白喝吧。谢谢。我们定会再见的，因为到时候我已名扬天下。好，我也一定不会输的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啦，出发啦！小强先走啦。嘿嘿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真是桃花香啊！李师侄，你闻闻看。不错。
师傅，天启城最高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教坊32阁仙人指路台。行，就去那儿。遵命，小徒弟。呀！天若不爱酒，酒仙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人间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不愧天啊！以文清比胜，又言浊如咸。前身既已饮，自作菜犹鲜。杯酒行大道，觥筹尽河山。但知酒中趣，难对行者产。先生，这马真是快啊！哎，这可是烈风神驹呀！啊，我的烈风驹？不可能啊！我的烈风驹是红色的。师傅，你这马是白色的。嘿，我给涂上去的。师傅，白衣白发配白马，此乃仙人本相。我乃谪仙人，岂肯折腰事凡尘？驾！先生这风采，果然还是如此令人神往。您再试试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瞧你这哈。谢谢娘子。爷爷，慢点跑。碰到什么了？啊？爷，软糖，好好吃啊！好，你要这个吗？原来这才是北里的天启城。极尽人间荣耀与繁华的天下第一城。我本来是觉得，不就是一座城吗？走了也就走了。可是如今看来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尽兴的玩一玩呢。你说呢？尹师侄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。你要是实在舍不得，我再陪你回来嘛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是不回来。等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让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你们。
新人早。哎，早。昨日还是守寨星辰的天下第一人，今天连个野武都摘不下来。哎，好香啊！师傅，你醒了？哦，在练功啊？哇，好香的果子啊！百里师叔，你干嘛呢？吃果子呀。啊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师傅。怎么，师傅不在，自己吃独食啊？来，师傅。太干，难以下咽。哎，东君啊，你说这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挺甜的呀？师傅当真偷看了？你只能问一个问题，确定要问这个？我怎么能忘得了您呢？这还差不多，问吧。师傅，你真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遨游天地，长生不老。我进攻虽强，一跃也高不过一座山。内力再好，这一掌不过掀起一条河而已。论这剑术吧，我在天下剑客中，应该是巅峰的级别吧。但倘若你让我一次性杀1万个人，那我的剑怕早就折了。这还不算神仙？如果这还不算的话，那返老还童总算了吧？你已经180多岁了，正常人谁可能活180多年啊？而且你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模样，除了头发白点。行，那就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年少时去黄龙山拜了个师，学了个功夫。这个武功呢，非常难练，而且名字只有一个字儿，叫春。春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庄生逍遥有所言，正是这春的含义。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，而在这返老还童的那一年，功力就会尽失，需要重新修炼才能恢复。
倘若此刻我在天启城内，那这件事情必定会暴露。天启城人多眼杂，人言可畏，所以我必须走。于是你就找了我和尹师之，和你一路同行，为了保护你。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嘛。可是先生，为什么是我们啊？是啊，我们俩是所有师兄弟中武功最差的，且阅历最浅的。金若芳说的没错，既然此宫以30年为期，那么每过30年，我就会更换一次身份。倘若我一直留在他们身边，那我始终都是李长生。因为我与他们相处太久，身上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我就带上你。而你，是因为你师父跑来求我。你师父那样的人，竟然会为了一个徒弟来求我，有趣。说到这里，你们两个以后也别叫我李先生了。为何？因为属于李长生的30年已经结束了。嗨，你们说，下一世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跟你一样，取个复姓，就叫尉迟，或者叫欧阳、上官、司马。司马，南宫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姓很适合现在的先生。南宫，好，南宫。那叫什么名呢？李先生虽然执掌学堂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像个书生，行事作风非常狂。我这一世要当个儒雅的书生，就如同这春水一般荡漾，如同春水一般温和。春水，春水，南宫春水，就这么定了，南宫春水。这么随便的吗？取名字就是要痛快嘛。你们以后呀，就叫我南宫兄，啊，春水兄也行，都可以。外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你们游历江湖认识的好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是南宫春水。春水兄，咱们此行究竟要去哪里啊？这天下间有一座城，风花雪月，人间至美。这里，雪月城。雪月城。没错，下观风，上观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想要进入这雪月城，就要先闯过一座登天阁。登天阁外皆是凡尘，只有真正登上了那天，才能见识到真正的雪月风华。此去千里，正好可以一行观尽天下。春水兄，真有雪月城这个地方吗？该不会是你瞎诌出来的吧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没听过的事儿可多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就连北离的皇帝都不知道这天底下的庙城究竟有几座，更何况是你。你师父教你的那套烟云剑舞，是他向我拜师时我传给他的。现在他又传给你，我看了也确实适合你。你就先练着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问。多谢春水兄。对了，你师父登场的那套，你可千万别学啊，羞死个人！哎呦，天哪！是，
那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傅。放心。至于你吧，我什么呀？你该不会还想教我武功吧？就凭你现在？现在我武功暂时是废了，但是功法可都在我脑子里。你再看看你，有着绝世的内功、绝世的剑术，还有这副经药酒打造的药修之体，但你怎么还是那么弱呢？哎，要教我你就教啊，可不带这么损人的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不会走路，但他却学会了飞，那他能飞多高，飞多远呢？哎呀，拿着，什么呀？绝世武功秘籍。袖剑19式。公子你好眼光，这是我们这儿销量最高的剑谱。多少钱啊？3文一本，童叟无欺。袖剑19式，你确定这是绝世武功秘籍？这不是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吗？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就只会这一本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。这剑法如此纯本，为何还要反复修炼？因为我出身寒微，所以只买得了这一本剑谱。练了多少年了？我5岁开始练剑，至今已有17年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只要练上1000次、10000次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妙。所谓聚沙成塔，滴水石穿。聚沙成塔，水滴石穿，怎么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呢？哎，对了，后来他怎么样了？一定是一辈子寂寂无名吧？寂寂无名。我的那位朋友正是在这本最普通的剑法的基础上，创立了一套绝世的剑法。剑法名列国。列国？列国不是小师兄的家传剑法吗？正是。我的那位朋友，就是当年手握天下第一剑天斩，号令千军万马攻占旧都，并创立了万世伟业的北离开国皇帝天武帝萧绎。这故事该不会是你编的吧？信不信由你喽。先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你，你的西楚剑歌固然高妙，但在江湖上不缺高妙的剑法，反而因为它太过精妙，很多时候难以施展。你缺的是如何把这袖剑19式练成西楚剑歌。剑在你手中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也可以舞出最绝妙的风姿。不错，不错。袖剑19式，好好练吧。真是这样。这水兄，这剑仙羽生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云哥跟着他，该不会学坏了吧？哼，我这一路上听着好几个江湖人说，他带着云哥闯男爵的事儿。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有个称号，叫做羽狂徒，就是因为他很狂很傲。年轻时行走江湖，打败了不少武功远远高过他的人，靠的就是这身狂气。可惜啊，
可惜后来遇到了李长生。这李长生何许人也？更狂，更傲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有意无意的夸自己啊？臭小子，我这是夸自己吗？我分明就是在夸李长生。我都说了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翩翩少年，不闻天下事。只为美人折腰。哎，您都180多岁了，还为女人折腰呢，就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春水兄，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很是俊俏，只是后来练魔仙剑时出了差错，竟变得比女人还要美。你看，他就不如你，不懂儿女情长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拿着剑去杀燕灵霞了。春水兄，燕灵霞怎么了？漂亮，真是漂亮！你是真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再往前5里地，会路过个小镇，叫做千月镇。今天我们就在那儿休息。羽生魔，这一面我们不该见。啰嗦。师傅，那你说，羽生魔是那燕灵霞的对手吗？不好说呀。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若他死刑是为了自己，那么2个人打个平手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但若他是为了别人，你是说为了云哥？羽生魔啊，别看很多人都称他为魔，但其实在我心中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什么？都要善良。我败了，可你却要死了。你救的不该只是这个男爵第1高手的虚名。我从来不求这样的虚名。即使世间都这么认为，那就这样认为好了。徒儿，我不让你看那最后一剑，不过你还是看了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不要难过。
也不要找颜灵霞去复仇。我练魔功这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反噬的差不多了。就算今日不来此求嗣，我也活不过半年。这一路，我一共出了13剑，每一剑都是对你的指点。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最后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徒儿，我不想你看最后一剑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步入我的后尘。但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我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信上有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去寻。师父给你留了份礼物。多谢师父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。你要争口气，赢了他的徒弟。徒儿记住了，必不负师父所托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江湖人不知我羽生魔从何而来，我亦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终于何处。师父！周水兄，在干什么？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不错，在我手中能过3招了。司空长风，我们聊聊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百里东君出生侯府，身份尊贵，父亲是侯府世子，母亲是温家千金，如今更是天下第一李长生的弟子，他的命可以说是很好了。可你呢，自小流浪，四海为家，朝不保夕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你最讨厌的纨绔子弟，你为何会和他成为朋友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是侯府的公子，那个时候只是觉得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历练江湖，蛮好的。后来知道了他是侯府的公子，也只是觉得，原来在侯府长大的人也可以像他这样。哦，什么样的？我见过太多的世家公子了，他们呀，只是看着面目光鲜，其实内心里
肮脏的很。但是百里东君不一样，他的心是澄澈的，是少年心。这个回答很好。更何况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人。他的命好，我的命硬，我和他都是能够走到最后的人。这个回答就更妙了。这几日陪你练枪，你应该听了不少传闻，说我要收你为徒吧？不是，先生，那些只是传言。先生能够指导我用武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收徒一事，我不敢奢求。我不会收你为徒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有一个比我厉害10倍、100倍的人想要收你为徒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可这一天不会太远了。他也同样在等着江湖山水与你重逢。重逢？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。谢轩公子这是要走了？恰逢其会，终有一别。我的书看完了，自然也就该走了。司空兄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山水再相逢。小师叔，先生，我好像也该离开了。何时动身？那便此刻吧。你也这么着急啊？兴之所至，说走便走。天高海阔，先生，我们有缘再会。走了。这江湖依旧，便是因为有着这些一代接着一代的少年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春水兄，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要锄头、铁锹还是犁啊？要刀，一把好刀。你是何人？故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南宫春水。你不姓李？你和那家伙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不是他的亲儿子？怎么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他像是个有风流债的人啊？当然，那个骚包，就算他有几个小孙子，我都不会奇怪。骚包，去。这么说老朋友可不地道啊！行了，别站那儿了，进来说吧。说说吧，什么来头？在下百里东君，学堂李先生弟子。在下影落霞，是柳月公子的弟子。柳月的弟子，难怪这么漂亮。至于你嘛，看起来一副武功平平的样子，拿着的剑倒是不错。2个金刚梵境的毛头小子，一个半斤8两的小丫头，她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，居然放心就这样让你们来找我？不知这位铁匠师傅功夫几何，这般看不起金刚梵境？哎，我不是瞧不起金刚梵境，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梵境，因为我也在金刚梵境。我原本以为，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呢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可他偏偏就是活了下来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活得好好的，成为了很厉害、很厉害的人，而且还兜兜转转的与我重新遇见，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你说，你此生最好的兄弟失而复得，是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？嗯。
可你才活了多久啊？就知道是此生最好了？是，我知道。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到我变成一抔黄土埋在地底下，他一定都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或许之后，我也会遇到其他的朋友，也懂我，也是知己，但都称不得一个最好。那对你而言，什么叫最好？对于我而言，在最对的时间遇见那个最毕生难忘的人，便是最好。自那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，都少了那么一点缘分。不过他现在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。一定不会。做你最好的朋友，真幸福。你还活着，很好。罗师兄，文君的。如你所看到的，她不喜欢景玉王，但需要嫁给他。半年后。 叶元，如果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。现在也不晚。罗师兄，只要我回来了，就不晚。 雷儿，你是说叶鼎之现在在锦鱼王别院？
师傅，您这是喝多了吧？我昨儿跟您说的很清楚的。怎么会？兄长虽然素来与亲王不和，但他曾承诺过我，一定不会将血棠拉下水。此事应该与兄长无关。不如我直接去问他一问。不用了。既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那个地方也挺安全的，那就不必再添麻烦了。先生说的是。可是，他若一直这样待在那里，却也不太合适。因为据我所知，边院中除了有影宗的骆师兄之外，还有我那还未过门的嫂嫂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会把他带走的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东巴，这几天你要好好休息，2天之后我带你去见你的好朋友，然后送他离开。你为何要送他走？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叙旧呢。叙什么旧啊？你去男爵找他叙旧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到处都在抓他呢。你说是他的命重要，还是叙旧重要啊？本徒弟。那当然是。好吧。前些日子都是劳烦你下厨，今日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可有个称号，我知道，草原小食神嘛。你记得？云哥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。快尝尝。好吃好吃，好吃的多吃点。这里的牛肉不好，草原牦牛肉才是真的好吃呢。可惜我吃不到。想吃就去吃啊，有什么吃不到的？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男爵凉茶，那就去男爵喝。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登船起航。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气。云哥，我去不了的。你去得了，因为我会带你。不。你怎么了，文君？云哥，叶云，你听我说，5年前，我被景玉王看上，从此就被关在这所囚笼当中。那是我和东君还有书信上的往来，我本欲将此事告知他，可是父亲他篡改了我的信件，他骗东君说我已远游离开了天启。我的婚姻成了景玉王和影宗的联姻，他们设下重重防卫看守着我，而师兄就是这第一重门。可我不甘心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想要逃离这里，直到那天你突然的出现，让我看到了一丝的可能。但为何？我知道你很强，在跟你的相处中，我也探到了你的性情。如果我真的开口请求你带我离开，我想你一定会答应的，一切就能按照我的计划来办。如若
你不是叶云。因为你是叶云，是我真心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不能连累你。你快走吧，你赶快离开天启。我不走，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今日顺风，宜出行，远游，不归。你们走不了，骆师兄。即使我放了你们，你们也走不出天启城。师妹，你知道的。那么，骆师兄，得罪了。你疯了！你的伤还没有好。我也觉得我疯了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喂，年轻人，还是要好好保养保养。怎么跟你师父一样，要赢不要命啊？李先生，不错不错，你师父一老头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你还不错。不知李先生来此有何贵干？我来带他走。我不走。美人屋里面待够了吧？你师父都已经提前杀到天启城了，你还能舒舒坦坦在这儿待着吗？还好没收你做徒弟，不然得活活被你气死。可我，可什么可啊？你想带他走啊？可你连眼前这个家伙都不一定打得过，就算打得过他，王府之外、天启之内还有影宗4大护卫，还有你那美人头老爹影宗宗主一补呢，老家伙，你都能打得过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天启城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想带走他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什么可能？敢问先生，是何可能？那就是我出手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哎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自然不是我要出手。我的意思是，想达成心中所愿，就要让自己变强一点，更强一点，直到最强。美人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先生说的有理。果然是国色天香啊，天香国色。我要是再年轻个100岁，怕也会忍不住提前带你远走高飞了。哎呀，眼光不错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师父3日之内要带你离开天启，咱们上路吧。云哥，你快走吧。半年，你等我半年，我会回来的。
这位公子，小姐好。我可担不起这个词，我家小姐有请。请问，你家小姐是？少年郎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在百花楼能够被尊称为小姐的只有一位。等会儿，这个呆呆傻傻的小子是谁呀？凭什么风姑娘只见他呀？我天天在此地听曲儿啊，银子花了也不少，连风姑娘的面都没见上。凭什么他第一次来就能登堂入室啊？哎呦，二爷，来，行，您这消消气啊！你不是千金台那位？什么千金台不千金台？今日不说千金台，大家来此地都是来听曲儿的。诸位，百花楼对咱们不公啊！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看。是啊，这不合适，还是算了吧。你知道你在拒绝谁吗？不是，姑娘莫要动怒。行了，知音难遇，说不准还能遇到个同乡呢。大家都消消气，我呀备几壶好。就这么让他上去了？怎么没个人拦上？不许走！我看谁敢过来。没事了。笨蛋，废物！去吧。不是，这，哎呀，二爷消消气。哎呀。少年郎，这位妈妈，哎，可否帮我寻个座位，我好坐着等他？哎呦，公子，你确定今天晚上你能等到他？春宵帐暖，美人在怀，指不定要多久呢。要不我给你找个不错的姑娘陪你歇息歇息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宋长风，我就不等你了啊，你好好享受吧。哎，下次再来啊！来。多谢。是你吗？哦，姑娘有礼了，在下司空长风。你可是来自魏城？魏城？你的家乡是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那方才那支曲子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我也不记得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这个人是记性不好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姑娘莫要生气，我的确是记不起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从小在江南流浪，兴许是哪位萍水相逢的旅人教我的吧。只是刚刚听见姑娘奏起，忍不住跟着吹了一番，还请姑娘莫要见怪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是我失态了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走吧。刚才的事，无论是关于我那哥哥的，还是我的失态，都不许说出去，破坏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。那个，姑娘，你老叫我做什么？其实我还挺想有个妹妹的。你这个人好生梦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给我撵出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从小漂泊四方，未曾羡慕过别人有爹有娘，但却一直羡慕别人有个妹妹。好像有个妹妹，就像是有了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个妹妹让我守护，那一定是一件特别让我骄傲的事情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姑娘，你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？魏洛里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魏洛里了。
三番两次占我便宜。姑娘未曾用力踹我，说明也并未真的生气。姑娘，虽然我忘了自己是不是渭城的人，但你我都来自江南，也恰巧会同一支曲，这说明你我二人与缘分有关。方才我说，我想有个像你这样子的妹妹，也是认真的。的确，你我才初次相见，莫名其妙突然多了个大哥，你不适应也是应当的。是我逾越了。我不是来自江南，我的家乡……你又套我话。冤枉呀，姑娘！我有个朋友曾说过，这世上话术是骗人的，但音律不会，因为音律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、最干净的东西。所以，姑娘，不管你的家乡在哪儿，你最意的地方是江南，最在意的人也在江南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百里东君。倒是个好名字。我累了，就不陪公子聊天了。玲珑，送客。姑娘，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，姑娘的琴，我的夜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个读书人。可我怎么看，都是个浪客。小姐，你好像有点喜欢，不，是不讨厌他。挺有意思的人，不是吗？尹世轸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被师傅盯着练了一整天的功，想找你喝酒放松一下，结果你却不在，好没意思。啊。你去了青楼？嗯。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果然，脂香扑鼻，一路的夜风都吹不散。你就是去了青楼。那其实不是青楼，那叫百花楼，是听曲儿的。我之前还听说，师叔有一个最喜欢的姑娘，结果转眼间就去青楼寻花问柳。想来师叔对那姑娘也没那么喜欢吗？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那是雷二师兄带我去的，而且我去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。你去之前不知道，你去之后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胭脂气那么重，定然是在那处待了好一会儿。我是待了好一会儿啊，但那是因为后来雷夫人去了，然后我的一个好兄弟又邂逅了一个女子，然后，哎呀，怎么就解释不明白了呢？无中生有了。是，我是去了青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生气，那是因为我整整练了一天的功，你却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心里不痛快，不行啊！哎，尹世轸，你还是听我。不要脸！我招是惹谁了我？
不是要谈叶鼎之的消息吗？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和百里东君吵了一架，还给了他一巴掌？算了，还是找机会联系齐轩吧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哟，这么快啊！对啊，难道要很久吗？哎呀！哎，各位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。我跟风木调只是聊聊音律，绝对没有伤他清白。我呸！你聊音律怎么把头发聊散了？啊？风姑娘此前一直是卖艺不卖身的，你是谁呀你？不是，你凭什么？你怎么敢？各位，我这个头发是因为……行，兄弟们，别听他废话了，给我打！哎，各位英雄且慢！不是，你别让他跑了呀！追呀！打呀！小姐在想什么？该歇息了。玲珑，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李哥哥的事？小姐是想找人谈心吗？谈心吗？可能是忽然想找人倾诉，害怕时间过得久了，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就被灭了门。我师父带着我逃了出来，在路上，他捡到一个小孩，那个孩子就是魏洛里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摘下一片叶子，在檐下望着月亮，吹那首《江南月》。每次，只要他一吹这支曲子，我就知道他也想家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师父带着他拿着剑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说，我师父和李哥哥都死了。小姐，故事讲完了，也该休息了。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魏洛里。你的家人呢？都死了。李哥哥，以后我们就做家人吧。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真听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还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，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
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，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，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不去了，哎呀，李先生，先生救我！跪下！哎，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，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。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。韩一，我们走。哎，师傅。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那一年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。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梦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毅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
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付了。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啊！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师侄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？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？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
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！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包我身上。哎。 谁？齐轩，是你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接到小姐的留书，便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这么说。 叶鼎之的事，真的是你们干的？是。羽姬发现叶鼎之，同样身负天生五脉。如今，就算没有百里东军，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小姐为何这么多可是？难道小姐对复国之事？ 有所动摇。是的，这一路我动摇了。齐轩，我们找到天神五脉又如何呢？打开狼月福地，将父亲迎出关。 然后让北阙的铁骑踏平北离，是这样吗？可那些刚从战火中平复过来不到20年的百姓该如何？陆霞姐姐，哪位？陆霞姐姐，公子前往来叫你。 陆霞姐姐，好，这就来。徒儿，你来了呀。师父，来看看这棋。黑子锋锐无匹，把白子逼于一隅，是要赢了。 可这白子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，不是吗？师父也说只是可能。白子机会过渺，而代价太大。更可能的是，全盘皆输。方才我见到了一只雪国的白鸽飞过。 身形矫健，很是优美。来了。徒儿，你可还记得为师对你说的第一句话？你来了。徒儿，你既入了我的门下，那就不论出身，不论出处，都是我的徒弟，是我第一个弟子，也是唯一的弟子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有为师替你担着。
东军到了，你看，那儿就是仙人指路台。每到重大节日之时，都会挂上萧氏家族的神鸟大风旗，风吹起扬，即可破天呐。那便是天启神最高的地方。你等我一下。啊。 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露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师傅，我来了，但也到该走的时候了。您的心愿，徒儿没有忘记。 顾晨啊，顾晨，还记得呢。陛下，怎么样？李先生带着镇西侯的独孙百里东军，策马绕了天启城一圈后，离城而去了。还有吗？山前书院院监陈如到访稷下学堂，称自己为新任祭酒。官员任配乃朝廷重视，哪有自封为官的？ 还有呢？回陛下，没有了。走了，那便走了吧。那个陈如，大理寺卿也管官员任配的事儿吗？ 不，就封那人为祭酒。驾！二小姐，阿姐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 小姐，在路上有事耽搁了。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他叫叶鼎之。你离开男爵这么多年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师父被女道仙燕灵霞所败。 男爵第一高手之位易主，很多人传您已经死了，但是您却忽然出现在天启城，大战学堂李先生，向天下人昭告您的行踪。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。 1年之内，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
师父。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灵峡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吗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久仰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也想求得一战。若赢，则在与剑仙与燕灵峡一战，重夺男爵第1之位。若败了呢？愿死！走吧。徒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学会了吗？我看清了9分，不差。为师用毕生修为凝入了13剑，但这一路会有不少这样的人前来挑战。每次我只出1剑，你可都要看好了。好。除了最后1剑，那一剑不许看。师傅，你说我那如仙师傅，为什么让我酿那样一瓶酒，还挂在天启城最高的位置？我都没来得及问他。你去问他呀，问我，我哪知道呀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嘿嘿，骗你的！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谁呀？师傅，嘿，是因为情债呀。当年你师傅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后来他们分散了。你师父就欠了他1壶桃花月落。那我挂在那儿，那女子便会看到吗？会的，因为那位女子就是天启城教坊32阁的主人。当年你师父答应他说，等他酿好了桃花月落，会亲自提着这壶酒来找他，而且还会娶她呢。但如果他没来，或者是让其他人提着这壶酒挂在那仙人指路台上，那就表示他已经死了，不必再等。教坊主人等了他好多年，期待有那么一天你师父会出现，并且娶她为妻。但是若干年过去了，你师父并没有出现。也许是等得太久了，他所求的，就是希望这壶酒不要出现在那高台之上。那这样，他就会知道他爱的人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我伤了我师娘的心了。哎，你这句师娘应该让她听到，她会很开心的。嘿嘿。是你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
给我送行。当心，此人似乎来者不善。季若风，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，也更执拗。我想知道一个答案，所以今日我定要来这里弄个明白。或许先生可以直接告诉我这个答案。你想要答案，我这里没有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揍你。季若风，虽说你教过我几日武功，但恩情归恩情。若是你执意要拦我们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谁敢拦学堂李先生的路啊？除非学堂李先生现在已经没了武功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怎么说呢？要从先生突然离开天启城说起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世人皆知我李长生自由自意，率性而为，想离开，便也就离开了。真的只是率性而为吗？先生曾言与诗仙同游，一剑震天。可诗仙已经作古100余年，为何先生还在啊？还真有傻孩子信我这话。100年来，所出剑仙不知凡几，可为何先生偏偏独爱诗仙一人？是诗仙足够传奇吗？可难道李长生就不够传奇吗？需要杜撰一些仙气缥缈的故事来为这3个字增加传奇色彩。而倘若李长生和诗仙有救之事并非杜撰，那李长生究竟活了多久？白小棠自然查过先生一剑扬名之后的平生所历，不过区区30载。如此推断，之前的李长生定然不是李长生。如果先生今日离开天启，恐怕世上再无李长生。是也不是？你真的比我想的要聪明。既然先生要离开天启，自然有你不得不离开的道理。所以我猜，先生不是不想继续当李长生，而是不能。为何不能？因为你已经没了武功。先生，现在愿意告诉我答案了吗？季若风，我师父是不是真的没了武功我不知道，但你是真的很没有眼色。你的秋水诀是我教的，你有信心赢我？你不要太自信。如今我的师父可是李长生，况且我的西楚剑歌可是如仙教的。你就不怕大好前途毁在这儿？姬堂主说笑了，我的大好前途坐在我身后呢。若是我让了，才是真的毁了。小师弟总是能妙语连珠啊！尹世直，尹世直，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有些累了。累了。春水兄，我们去前面的小溪边歇息一会儿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。她希望同您见一面。百里师叔，春水兄，
我先去采些野果。不如我去吧，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百里师叔，你武功比我高，留下来照顾春水兄更妥当一些。那就有劳你了，早去早回。好。要不还是我自创一套剑法吧，也比这破剑法强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破剑法，曾经可是有人把它练出了剑仙的风范。那人练了19年才名扬天下，我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那会儿我都快40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就这么急着名扬天下？那是，我跟人家可是有约定的。他说等我名扬天下的时候便会来寻我，所以啊，我不能让他等太久。哼，女人啊，她可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。当然，我只与她见过2次，互相喜欢还谈不上，但我坚信，当我名扬天下，与她重逢的那一天，将会是我们故事真正的开始。那若你发现他不是个好人呢？先生，此话何意啊？我是说，那若是你喜欢的姑娘与你的相识不过是一场筹划，你看到的一见钟情不过是他心里的刻意安排呢？先生说笑了，他能安排与我的相逢，却怎能预知我的心意呢？这天下间能决定我对他一见钟情的，只有我自己。那若他与你立场相悖，不是世人眼中的良人呢？我与他相恋，不是与世俗相恋，更不是与立场相恋。答得好。但若他是个滥杀无辜、十恶不赦的魔头呢？前2句先生可以假设，最后1句断然不可能，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姑娘，她定不会如先生所说的这般。哦，你就这么笃定？因为她目光澄澈，眉目如画。书上说相由心生，所以她一定不会的。袖剑19式，一共19式，刚好练完。李长生啊，还真是收了个好徒弟。妹妹，姐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出来看姐姐。姐姐，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，就是让你放弃复国的百里东君吗？妹妹。
小姐之前说的另一条路，可有答案了？我隐隐摸到了他的边界。那便好。无论今后能否与小姐同路，齐轩都祝小姐可以达成所愿。还有，不管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齐轩都不会伤害小姐半分。二小姐此行，难道只为了看小姐一眼吗？自然不是。月瑶带不回百里东军没关系，我月清一定会带回叶鼎之。小子，想要挑衅我，还早了30年。哼，明明是你挑衅我。东君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排名前3的兵器锻造大师，兵神罗胜。哼，公子，那些药材异常的珍贵，请一定要妥善的保管。还请公子代我家老爷问辛先生好。放心吧，这药啊，不仅关乎你那穆家病人的命，也关乎我的命。多谢掌柜的，走了。公子慢走。还好您咋来啊？要不要去找他？我有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。其实，我还挺想要个妹妹的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。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走了。玲珑姐姐，司空公子回来了。小姐，他又回来了。司空公子，多日未见，怎么忽然就想起了我？我其实心里一直默默记挂着姑娘，只是一直未敢打扰。哦，那怎么今日就赶来打扰？我就要离开天启了，今日特来向姑娘告别。告别？本就只是萍水相逢，当不得公子特地前来告别。公子太爱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于姑娘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但姑娘对于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今日一别，我定会再回来。等我真正练成枪法的时候，等我真正能够守护好姑娘的时候。
又呆又冷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啊，李长生那个家伙，定是没给我安排什么好差事。李先生是想请您给这位小兄弟打造一把好刀。不打，我刚接了一个重要的单子，可没空理他。多重要的单子，您也看看李先生给您的酬劳吧。这是他留下的。李先生也是寻了好久。你小子拿了一把仙宫品的剑，还要到我这儿来要一把刀，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你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不错，他的双手刀剑术，刀术霸蛮，剑术轻易，一重一轻，合力无敌啊！我观你这柄剑，可称之为轻易，那我便赠你一把足够霸蛮的刀。看来罗兵神这是还有存货呀。前些年有人送了我一块天外云帖，我打了一把剑，一把刀。那把剑已经要给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了。至于那把刀嘛，还需要最后的锻造，3日的时间。要你铸剑的那个人，也和李先生一样有面子？可比他像个人。至少啊，人家是拿着真金白银来的，可不像他，拿着块破石头，就想从我这里骗走一把绝世神兵啊！啊！你们记住，这3日别来打搅我。